花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科幻名著《星空》，作者盖伊哈森。这是一颗离地球很遥远的行星，遥远到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它们之间的距离——内龙3行星。此时正值夜晚，几颗稀疏的星星偶尔会闪着光亮。漆黑的夜幕下，包裹着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隧道底部，一个小男孩用他稚嫩的嗓音说道：“妈妈，爸爸去了哪儿？”女人焦急地攥紧了男孩的手，说道：“爸爸去了外面。”女人脸上写满了不安，可能也只有她明白隧道外面的危险，以及孩子的爸爸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的事实。在孩子还是在不停的追问下，女人也终于决定把这个故事告诉孩子。在100万年前，人类发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并命名为神天。于是派遣以卡萨德船长为首的数千名科学家去研究它。卡萨德船长是一名优秀的女船长，曾多次成功执行任务。但是当他驾驶着飞船逐渐地靠近黑洞边缘时，却被一颗行星所吸引。这颗行星居然和土星一样拥有一圈蓝色的星环，而令他更惊讶的是，放大看，这条蓝色的星环竟然是由无数密密麻麻的飞船组成的。卡萨德船长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总指挥部。报告总部，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外星飞船，可能存在潜在风险，是否主动发起进攻？过了片刻，一个深沉的男声命令道：“任何情况下，你们不能使用任何武力，甚至是以牺牲你和你船员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和平意愿。特别是鉴于那里物种的科技水平远比人类更为先进。记住，船长，这是命令。任何情况下。完毕。”听完命令，卡萨德船长满腔的愤怒。不错，执行这次任务的总指挥官正是他的父亲希切斯司令。他想要发作，但作为一个女儿，一名军人，只能停止抱怨。卡萨德船长驾驶着飞船，抱着必死的决心，朝着这颗蓝色的行星飞去。在穿过那条由飞船组成的星环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这些外星飞船并没有向他们开火，而且在和他们快要撞击的时候，及时调整船身进行避让，他们反而就这样顺利地降落在这颗行星上。稍微进行整顿后，卡萨德船长和科学家们立即着手观察内龙人。慢慢的，他们发现这些外星人用上百万艘飞船，正把像粉尘一样的东西倒进黑洞里。这行为看起来就像我们人类的播种，甚至他们的有些飞船会意外地坠入黑洞中，但是播种却一直在持续着，并且他们正在建造了一个庞大的正方体，看起来好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又好像一面墙。随着长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这些外星人往黑洞里播种的是一种外星人称为掌控粒子的东西。开始科学家们仅仅以为他们想用这种掌控粒子移走黑洞，但是令人想象不到的是，这种想法并不是外星人的初衷。时间的齿轮在慢慢转动，内龙人这样的行为依然在进行中。在经过了长达10万多年的漫长播种后，突然有一天，外星人完全消失了，他们所有的人、动物都被装上巨大的飞船，飞离了黑洞。他们同时也停止建造那个建筑，停止了播种，他们就这样消失在了未知的太空深处。科学家们想要追上他们，但是飞船速度太慢了，
那些科学家们最终被孤独地留了下来。令所有科学家始料未及的是，突然有一天，可怕的灾难发生了。彼时，科学家还像往常一样在进行研究和工作。突然，飞船剧烈地摇晃起来，飞船的计量表吱吱作响，计量表显示的磁场强度在疯狂上涨。很明显，飞船正处于某种磁场之中，但是这种磁场的强度已经大到无法想象。人类飞船就像薄纸一样被撕成无数碎片，船长和他的船员们都被抛入了太空，撞在神秘的外星人建筑上，最终灰飞烟灭。没错，那个巨大的正方体那面墙是一种超强度的磁性物质，被人类称之为磁铁，也正是它在改变内龙星周围的磁场强度。在这危急时刻，这颗行星上只有一小部分科学家躲入了一个被人类改造后的废弃隧道，这个隧道会产生能量，而且不会受到磁场干扰，这些人才最终得以繁衍。母亲对孩子意味深长地说道：孩子，我们就正是那些科学家的后代。又经过好多年的研究，我们发现电磁力是黑洞引力的数十亿倍，只要用足够大的磁性物质，甚至不用和黑洞一样大就行，就能来抵消黑洞的引力。我们也终于相信，内龙人播种到黑洞里的粒子应该是某种有电磁感应作用的粒子，而那块巨大的磁铁可以把黑洞里的每件东西扯开，产生的磁力可能无法作用到黑洞的中央，因为深入黑洞中心的物体可能已经失去了控制，但是在黑洞外部的一些物体，磁铁可以作用于它们，从而慢慢地增加黑洞的半径。对黑洞来说，半径就是它的决定性因素。要想逃离一个黑洞，就意味着物体的逃逸速度要大过光速，可是没有任何物体可以快过光速，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离黑洞。但是逃逸速度并不仅受到黑洞质量的影响，它还受到黑洞半径的影响。如果能令黑洞的半径加大，把里面的东西拉开，其实就是变相的让黑洞缩小了。内龙人花费了近40万年的时间才初见成效。从那个时候起呀，每隔10年，天上就会出现一些星星，那些被黑洞隐藏、从前从未看到的星星。我们认为，这些星星就是一度在黑洞里面的星星。母亲给孩子认真地讲着，不知何处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嘿，是在等我吗？孩子首先发现了声音的来源。爸爸！一个男人正在从隧道顶静静地凝视着他们，而母子两人不知道的是，这个男人以生命为代价冲出隧道所要寻找的事情已经成功了。原来曾经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已经发现了磁场或能平衡黑洞引力的理论，只是该理论一直未能得到证实。研究人员发现，在几十个被观测的黑洞中，磁场强度堪比黑洞强大的吸引力，并对此建立了黑洞计算模型。该模型提出，黑洞可以维持一个相当强力的磁场，该磁场足以显著改变气体被吸入黑洞的方式，以及气体产生外流的方式。当这两股力量达到平衡，气体云出现在磁场顶部，甚至能够中和掉黑洞的引力。相关研究成果曾经发表在一本叫做《自然》的杂志上。而内龙人的做法是，外部制造磁场并与黑洞本身的磁场相叠加，最终制衡了一度威胁到内龙星的黑洞。早在100年前，那个巨大的磁铁已经停止工作，内龙人已经成功了。孩子的父亲不仅仅带回了自己的祖先地球人，而且内龙人也回来了。他们花了40多万年，经过不懈努力和无数的牺牲，最终拯救了他们的家园，
内楼星。他们现在正在向残留的黑洞边缘聚集呢。